我是整个京城最令人羡慕的妓女，只因跟太子妃长得有7分相似，挂牌当夜便被人一掷千金买走。我抱着沉甸甸的银子，坐着小轿，又激动又忐忑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就算金主是个60岁的糟老头子，我也会含情脉脉地亲下去。只要能拿到卖身契，掌握自由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可是看到老李小便失禁，疯疯癫癫的囚犯时，我转身就想走。对不起，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。欢迎来到竹语听书频道，下面正文开始。我蹲在墙角处，恋恋不舍地抚摸着一枚枚银锭子，又忍着痛苦看了看那个疯子。我进来以后，他就痴痴地傻笑着，不停地喊我阿瑶阿瑶。他喊的是赵云瑶，曾经的第一贵女，如今的太子妃。一个傻子竟然还肖想贵女呢。我白他一眼，呵呵一声，别做梦了，你只有我这个低贱的妓女。也不知道这人犯了什么罪，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，浑身脏脏臭臭的，头发散乱着，看不清容貌。外面的狱卒敲了敲门，催促道：赶紧的，贵人买你来，可不是让你发呆的，狗仗人势。催什么催，老娘也得做做心理准备吧。我咬了咬牙，摸出一锭银子递给狱卒，我讨好的说道：大哥，能不能麻烦您弄2桶热水啊？狱卒拿银子的时候，粗糙的黑手在我的手背上摸了一把。我娇嗔地看他一眼，他咂巴一下嘴，嘿嘿一笑，啧，不过是天香楼第一美人。可惜啊，人跟人的命不一样，你长得倒是跟赵小姐很像，可人家已经成了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而你呢，只能伺候这个疯了的五皇子喽。贱人配傻子，啧，绝配。五皇子，我一愣，看向蹲在地上抠墙角的男人，这个脏脏臭臭的疯子竟然是那个光风霁月的五皇子。我想起前年上元节，五皇子在城墙上放花灯，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广袖锦袍，长发如墨，君子如玉，对着身旁的女子浅浅一笑，就惊艳了半个京城。那个时候我在墙下看着他，听到姐妹痴痴地说，若能跟五皇子睡一觉，死也值得了。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为何沦落到这个地步？狱卒提来2桶水，不耐烦地说道：我可告诉你，你这青楼名妓弱，还是不能让五皇子做个男人，一会儿就得拉出去杀了。前头啊，已经死了3个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往墙壁上看了一眼，我顿时就知道有人在透过暗孔看我们。我沾湿帕子要给五皇子梳洗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：阿瑶，你来看我了。我顿时来气，狠狠在他手背上掐了一把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老娘不是你的心上人。他吃痛地抽了口气，委屈地眨眨眼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扒了他的外衣，犹豫了一下，给他留下了中衣。哎，大家都体面点吧。用完了2桶水以后，他终于干净了一点。我将他按在墙角处，能躲开别人窥探的视线。我咬住他的嘴唇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五皇子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疯还是装疯，但是我想活下去，得罪了。他紧紧地贴在墙壁上，恨不得跟我拉开距离。我扯开他的裤子，将手伸了进去，舌头尖顶出一粒药，喂到了他的喉咙里。还好来的时候早有准备，我怕万一面对一个60岁的老头子演不好，提前准备了药物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情动起来，他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腰，我疼得咬住他的肩膀。外面忽然传来许多嬉笑声，看来五哥真的疯了呢。唉，原来不是他不行，是他只能对着太子妃那张脸行啊。他们就这样行房，跟野兽有什么区别？这还是我们那个高高在上的五哥吗？我捂住五皇子的耳朵，不让他去听那些污言秽语，他却忽然翻个身，将我遮挡住。我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厌恶的声音：他已经疯了，你们又何必这么下作？那声音高贵而冷淡，我听到那些人立马不敢胡说八道了。透过五皇子的肩膀，我看到一个高贵美貌的女子站在外面，她就是太子妃赵云瑶。都说我跟她长得有7分相似，可这一见才知道是别人胡说八道的。她好似高高在上的神女，而我低贱如同泥里的野草。我触及到她的目光，夸张地呻吟起来。太子妃嫌恶地用帕子捂住口鼻，转身说道：这场闹剧够了，我原本是要被拉出去杀掉的。这群乌龟王八蛋，下辈子没有屁眼的贵人们，利用完老娘就要杀我。我嘴里骂骂咧咧，哭着吼着问候了他们18代祖宗。就在刀子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，五皇子不知道从哪儿冲出来的，他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狼狈不堪。五皇子看见我以后，推开拿刀的狱卒，紧紧抱住了我。我劫后余生疯狂地大哭着，捶打着他的背。五皇子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温和地笑着说：阿瑶，阿瑶，不怕了，乖。我靠在他温暖的胸口，冰冷僵硬的身体终于慢慢地回暖过来。没死，我没死。我揪着他的袖子擦了擦眼泪跟鼻涕。阿瑶就阿瑶吧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别说是给太子妃做替身，
就是做他老娘我都愿意。我学着太子妃的模样，高贵冷艳地说道：大傻子，从今往后我就是赵云瑶，我可是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你得好好对我，明白吗？谁知道五皇子又不傻了，他甩开我的手，气道：你不是阿瑶。五皇子转身就走，我看着虎视眈眈的狱卒，哪里敢留下，连忙追上他。我不停地在他身后念叨着：我就是阿瑶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咱们两个刚刚在牢里亲得难舍难分，我是你夫人。五皇子终于肯停下脚步了，他转身主动握住我的手，认真地说道：好，夫人，我们要离开天牢了。我赶紧去拿落在牢中的银子，没想到狱卒抱着那袋银子，一脚将我踹翻在地上，不屑地说道：做什么青天白日梦呢？我强忍着胸口的疼痛，媚笑着起身，坐在狱卒怀里，娇柔柔地说道：大哥行行好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若没点银钱傍身，出去可怎么活啊？狱卒在我腰间揉了一下，露出一口黄牙，贱笑道：银子也可以给你，不过爷爷想尝尝五皇子的女人是什么滋味。你刚刚叫得很好听，银子很重要，银子很重要，能忍就忍，日他狗爹的乌龟王八犊子，实在忍不了。我拔出头上锋利的簪子，抵在他的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道：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我好歹是伺候五皇子的，杀了你最多被打一顿。狱卒把银子塞到我怀里，往地上啐了一口，妈的，疯女人，给你就是了。我抱着银子，拽着五皇子转身就走，出了门才发现掌心全是汗，我身子是软的，腿也是软的，催促着五皇子走走走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进了这鬼地方，一辈子都没指望喽。我跟五皇子被关到了一处偏僻的宫殿，听到老太监嘀咕两句，我差点吓死，以为要从一个鬼地方换到另一个鬼地方了。没想到这哪里是鬼地方，分明是仙界啊！我在店里转了一圈，瞠目结舌。我的老天爷啊！看看这檀木做的大床，这雕花，这手艺，再看看这苏绣的帐子，这花色，这料子，外面还种着几棵果子树，养着许多名贵的花，只是都疏于打理，长得又旺盛又潦草。五皇子坐在台阶上发呆，我走过去踢踢他的小腿，酸溜溜地说道：你们这些贵人，落魄了也过得这么好啊，住这么宽敞的地方。我在青楼的时候，跟5、6个姐妹挤一个大通铺，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，生怕一不小心亲到别人的嘴。外面传来一阵动静，我贴过耳朵去一听，原来是有人来送东西了。五皇子是彻底疯了，还是太子妃心善，让咱们把五皇子以前的一些东西送来？皇后前些日子病逝，皇上连看都没去看一眼，心思全在贵妃身上了。皇后毕竟只是个小门小户出身，死了刚好给贵妃腾位置。我听到这里，瞄了一眼五皇子，故意踢了一脚门，外面立刻没有动静了。宫女们把东西放在门外，我一看，哟，还挺多的，被褥、衣裳、书。我看了看那堆书，转头去抱怨：你那个老相好莫不是个傻子吧？这个时候送什么书啊？我随手把那些书丢在角落，继续翻。要死，怎么不送点值钱的东西呢？我骂骂咧咧道：你们宫里的人都是喝露水长大的吗？五皇子指了指桌上的袋子，傻乎乎地说道：夫人有银子。我抱着银子，警惕地说道：别做梦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给男人花钱的。五皇子硬生生抢了我一个银锭子，气得我要去揍他，可奈何实力差得太多。五皇子一手抵着我的脑袋，一手指着我胸口，认真地说道：夫人受伤，拿银子买药。算这个傻子有点良心，知道惦记我的伤。我当然没有花自己的银子买药，而是用那些破书换了跌打损伤膏。跟我换药的太监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，也不知道那些书值多少钱，听说是什么千金难求的孤本，拿着药回去。五皇子坐在床榻边，低着头，不太高兴的样子。哎，瞧瞧人家这龙子凤孙的，就是不一样，人傻了还知道跟我抢书呢，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？我也不搭理他，脱了衣裳坐在床上涂抹伤口，背上跟胸口处都有擦伤。五皇子听着我嘶嘶的叫着，也不赌气了，他是个讲究人，竟然知道洗干净手再给我上药。我俩面对面坐在帐子里，他垂着眼眸给我胸口涂抹药膏，结果脸越来越红。我瞧着他低眉顺眼的小模样，勾得我一肚子邪火。他的手始终在肚兜边缘，没有更进一步。我故意贴上去，搂住他的脖子，咬他耳朵，大不大，白不白？这话一说出来，他呼吸都重了一点。我得意地说道：哼，从前楼里的姐妹都说了，我这身子是个男人见了都走不动道。哎，关在这宫殿里，每天也无事可做。我越瞧这五皇子，越觉得他长得实在不错。我呢，跟太子妃生了相似的脸，将来还不知道要给我带来多少灾祸，还不如趁着没被其他狗男人糟蹋，好好跟五皇子快活快活。在牢里我就清楚了，
这男人是有本钱的，偏偏他是个不识趣儿的，掀开帘子要走。我解了肚兜往他脸上一丢，气道：我都愿意便宜你这个傻子了，你跑什么跑？你若走，我就找个侍卫进来暖被窝。五皇子捏住我的桃红色肚兜，扭头看我，又为难又委屈地说道：夫人疼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他是说在牢里那次。傻子，我心里的郁闷顿时散了。那会儿被那么多人看着，我虽然有些不舒服，可也是故意叫的那么夸张。我将他拉进来，哄骗他，你亲亲我便不疼了。哎，五皇子是个好学的，教什么会什么，还会举一反三。我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，他还知道端水来给我擦洗。睡之前，他将我搂在怀里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那种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像被珍宝一样被对待。我心软了一些，拍拍他的背，轻声说：我叫郑瑶，窈窕淑女的窈，往后不许你叫错名字。五皇子低头蹭着我的脸，嗓音和和气气地说：阿瑶声音好甜，唤我傻子，我也爱听。傻子真会哄人，我美滋滋地睡着了。就在这里跟这个傻子过日子也挺好，在冷宫的日子也不是天天安生的。有些人闲得没事儿，总要站在门口东张西望，瞧瞧五皇子到底有多傻。还好有侍卫守着门，他们进不来，否则的话，那些踩低拜高的人还不得让五皇子趴在地上学狗叫啊。这不，外面正有人在犬吠呢，都说五皇子傻了，咱们给他肉吃，让他学狗叫，他学不学谁知道呢？你喊他出来呗。我听到这话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端出一盆脏水朝着那人泼出去。对方气得大叫道：你这个贱人，敢泼我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啊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当初在天牢外面，这人看戏看得最投入，哈哈，看我跟五皇子行房的时候，他激动的脸都充血了，也不知道到底谁是禽兽。我佯装委屈，露出个可怜又娇媚的神情，娇滴滴地说道：哎呦，公子，是奴家不对，没瞧见您。我走出去，扯着帕子要给他擦脸，这个臭不要脸的趁机要摸我手，我立刻又退回门里。他伸手摸了个空，神情竟有些失落。我看他不是来看五皇子笑话的，分明是来寻我的，他竟然还要进门来抓我。侍卫冷冰冰地将他们挡住，边上的人扯扯他，要是让皇后知道咱们来这里，肯定会骂咱们的，别惹是生非，快走吧。我倚在门边，依依不舍地说道：公子，留个信物好不好？有空再来跟奴家叙叙啊。他竟然还真就扯了一块玉佩，遥遥地抛给我。我好奇地问侍卫：那人是谁啊？怎么如此嚣张？侍卫面无表情地说道：皇后的侄子启振。他口中的皇后就是原先的贵妃。前些日子，贵妃被册封为皇后，摆出好大的阵仗，就连我们这冷僻的宫殿都听到礼乐齐奏的声音。听说人人都得了赏赐，来给我们送饭的臭脸太监，那日都喜气洋洋的。唉，要我说，这宫里跟我们天香楼也没什么差别，都得使尽浑身解数，讨男人的宠爱，骗男人的银钱。我喜滋滋地捧着玉佩回了屋，五皇子正坐在桌前刻木雕，我坐在他怀里，问他：傻子，你瞧瞧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儿？五皇子撇开脸不去看，竟然还不让我抱，轻轻地推我。我搂着他的脖子嘻嘻一笑：吃醋了，逢场作戏而已，我只是想从他身上骗点好处了。你瞧瞧，不过几句话，他就给了我一块玉佩呢。五皇子抿了抿嘴说道：阿瑶，这样不好。他的神情很认真，他不赞同我的行径。若他还是那个清醒的五皇子，定要骂我一句不知廉耻。他傻了，心里也是高洁的。我这样的人跟他睡几晚，便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要同他心贴心了。傻的那个人原是我啊！在这宫里住了3个多月，我跟送饭的宫女太监们也算混熟了，跟守门的侍卫也能偶尔聊几句。从他们的口中，我隐隐能拼凑出一个五皇子的形象。他生而高贵，聪慧绝伦，是真正的谦谦公子。五皇子是完美的，就算他疯了傻了，宫女太监们也不想说他一句坏话。有个宫女甚至擦了擦泪，轻轻地说：若非要说五皇子哪里不好，那就是他太人善了。在这宫里，人善的人不偿命的，他连一只受难的鸟雀都会怜惜。给宫里的奴才们提了俸禄，减了酷刑，在朝堂做事更是滴水不漏，人人称道，能文能武，天纵奇才，却落到这个地步。听说他3岁时，有大师曾想渡他入佛门，还曾去云游四方，是真正有慈悲心的人。我低头把玩着那块上等的玉佩，心想，他这样的人就算落魄了，也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。我得早早为自己做打算，可不能等他再富贵了，沦落成一文不值的弃妇。在冷宫里关了大半年，皇后忽然下旨让我们搬到了丹霞宫。听说那里曾是五皇子原来的宫殿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后。她年近40，却极为美丽贵气。我跪在地上偷偷瞄她，只瞧见她满头珠翠，
十分华贵。我低下头，瞧见皇后的鞋子都是用金线绣的，上面还缀着拇指大的珍珠。老天爷啊，也太富贵了吧！将来我要是回了天香楼，把这些说给姐妹们听，还不得让她们羡慕死？皇后拉着五皇子的手，叹道：“哎，你母亲德行有亏，又何至于牵连到你？我求了皇上许久，他消了气，才将你放出来。从今往后，你安心在丹霞宫住着，万事由本宫为你做主。”五皇子傻呵呵的，也不知道回个话，竟然把口水都滴到皇后手臂上了。我抬头就瞧见皇后扭曲的脸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背后有人咳嗽一声说道：“母后，屋子里闷，儿臣出去走走。”他走时踢了我一下，我也悄悄离开了。我出了门，四处寻着，路过假山，被人冷不丁地拽到假山后面。太子瞧着我，吓得花容失色，大笑起来：“瞧你，做贼的小花猫一样，怕什么？”我捶他胸口，娇嗔道：“若是让旁人知道，奴家还做不做人了？”太子捏着我的脸笑道：“你呀你呀，勾引姑的时候可不见你害怕。”我佯装娇羞，低下了头，暗暗翻了个白眼儿。放你娘的狗屁！那天我不过是在冷宫里闷得慌，到小花园里散散心，谁知一扭头就瞧见太子远远的在看我。他穿的那么风骚的黄色，谁不知道他的身份啊？那眼神直勾勾的，就差把我的衣裳勾下来了。我当时就含羞带怒地瞪他一眼：“蹬兔子，再看我一眼，挖掉你眼睛！”我转身就跑，故意落下自己的手帕。一来二去的，他就总去那个小花园守着我。他坦白自己是太子时，我故作惊讶害怕。我瑟瑟发抖地说道：“太子殿下，奴家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我便哭出来。太子哄着我：“好乖乖，别怕，往后咱们啊还这么处着。”我不是个傻子，当然没让他哄了身子去。像太子这样的男人，就得勾着吊着骂着。果不其然，我在冷宫的日子越来越好，饭菜顿顿有肉有汤，衣裳多得换不过来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还有太医来为我诊治。只是那个傻子一日又一日地沉默着。我心里知道，他再傻，恐怕也知道我在外面有男人了。他现在搬回了原来的宫殿，只怕日子会越过越好。我也是时候跟他断了。太子揉捏着我的手，心肝宝贝地叫着我。他烦闷地说道：“西北又起战事，要不是为了笼络韩崇勋那个老匹夫，我母后才不会把老五放出来呢。要我说，就该让他在冷宫里疯癫致死。韩崇勋，大夏第一战将。”就连我这个大字不识的妓女都知道这位英雄的名字。太子私下里不知道骂了他多少次了。他是先皇后的义兄，也算是五皇子的舅舅。太子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，将来他若是当了皇帝，韩大将军肯定要遭殃。韩大将军若死了，西北的百姓们心里该多难过啊！哎，不过这些家国大义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小女子能想的。我现在只想多捞一些银钱傍身，再哄着太子放我出宫，把我养在外面做个外室。至于五皇子，我早不想跟他有瓜葛了。跟太子厮混了一会儿，我回了寝殿，一进门我就吓了一跳。太子送我的那些东西全都被糟蹋了，那些衣裳全被剪碎了丢在地上，首饰头面更是认不出原形了。五皇子坐在边上，一刀砍掉一个木头人的脑袋。我捧着那些衣裳，心一抖，抬头对上他的眼神，再看看地上掉了脑袋的木头人，那赫然是太子的样貌啊！我气得要死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心疼啊！我哭道：“你发什么疯？你知不知道我忍着太子的口臭，才哄他送了我这么多好东西？原先我也是羡慕太子妃的，可接近太子以后，我反而同情他了。那样冰清玉洁、高高在上的贵女，夫君竟然有口臭，多难受啊！”五皇子在我身边跪坐下，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他轻声说：“阿瑶，别再去找他了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们已经许久许久没有这样抱在一起了。”我哭得更厉害了，掐他打他咬他。你不是嫌我低贱吗？你不是觉得我勾搭男人不好吗？离我远一点，我才不稀罕你呢。我越哭越厉害，眼泪流不完一样。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了，这些日子我故意疏远五皇子，心里也没有好受多少。我本以为我们是同甘共苦的盟友，我是种在地里的野草，他是滋养我的泥土。可抬头一看，人家还高高的挂在天上呢，只有我低低的陷在尘埃里，这叫我如何不难受呢？五皇子抱着我，亲吻着我脸上的泪。对不起，阿瑶，我是极度的发了疯，你罚我吧，我都认。我啜泣着，不肯理他。他搂着我进了内殿，也不知道怎么就闹到了床上去。帐子一拉，五皇子说话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到只有我能听到。那话里的内容也越来越不像话。阿瑶，别哭了，我给你当小马骑好不好？要不你揪着我的发辫，我学小狗叫，都不喜欢吗？那我给你亲。我捂住他的嘴，羞恼道：别说了，我原谅你就是了。许久没有亲近了，在五皇子的伺候下，
我身子软成了一滩水。我瞧着他那双漂亮的眼睛，好奇地问他：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呢？跟他朝夕相处半年多，我也没看透他。要说他傻吧，可他爱干净，爱看书；要说他不傻吧，他当着皇后的面还流口水呢。五皇子吻住我的唇，含含糊糊地说：只做阿瑶一个人的傻子。我本来还想着要怎么踹掉口臭的太子，结果他反而不来找我了。听说是在东宫跟太子妃大吵了一架，这一吵爆出个惊天秘密，太子竟然不能人道。我的天啊！我看着宫女眼中闪烁的光，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惊叫出来。新来的小宫女叫翠桃，整日最喜欢说闲话，我听她这名字总觉得牙痒痒，想啃一口。翠桃好啊，我可不喜欢软桃。翠桃抓给我一把瓜子，说起宫里的秘闻，那叫一个如数家珍。我嗑着瓜子，啧个不停，忍不住好奇地说道：赵云瑶知道太子有这么个毛病吗？翠桃很自然地说道：太子也不是原先就阳痿的，是我家殿下给他下了毒。啥？五皇子给太子下的毒？我惊了。翠桃看着我惊奇的表情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主要是因为你吗？你去勾搭太子，殿下又不敢对你生气，只能毒委太子。嗨，这事儿还是我亲自下手的。你知道殿下为了这事儿给了我多少银子吗？我不敢听了，这肯定涉及到无数秘密。看来翠桃不是个简单的小宫女，五皇子也不是简单的疯，皇家就没有简单的事儿。在天香楼时，姐妹们为了一个出手阔绰的男人还能打起来，摆在他们眼前的可是皇位啊，谁能抵得住这种诱惑？翠桃啧说道：哎，你每次跑出去偷偷找太子，殿下都一言不发的刻木雕，刻完以后再一刀剐了木雕小人。我看着他那个模样，都觉得他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。佛子变修罗，可怕可怕！修罗！我悄悄扭头看五皇子，他如今天天打扮得十分妥帖，仿佛又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五皇子，头戴白玉簪，身穿墨色锦袍，又高洁又贵气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立刻走过来，微微弯下腰说道：夫人，饿了，一起吃饭。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丝傻气。我随手剥了几个瓜子丢他嘴里，算了，管他真疯还是装疯呢，人家王孙贵胄的事儿咱管不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争夺皇位的风暴竟然能把我这个小人物席卷进去。大晚上的，皇后就派人把我抓到坤宁宫去了。太子跟太子妃都在场，两个人冷着脸，谁也不看谁。皇后不耐烦地说道：好了好了，犯不着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贱婢闹得不可开交。云瑶，你也是，贵为太子妃，怎么一点容人雅量都没有？我看到太子妃眼中闪过一丝讥讽的笑，她恭顺地低下头说道：母后教训的是。哎，看来皇家媳不好做啊。皇后也不跟我这种小人物多说什么，直接喊人来。她盯着我说道：老五要去西北了，你跟着一起去，盯紧他的一言一行。皇后让我服毒，我乖乖照做，省得再受折磨。太子怜惜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暴躁地说道：母后，若萧逸只是在装疯，放他去西北无异于纵虎归山啊。皇后头疼地说道：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可是齐振不争气，让人抓住了把柄，朝堂上御史大夫跟刑部尚书步步紧逼，难不成我要眼睁睁看着齐振就这么死了？他可是你舅舅唯一的儿子。我听到太子跟皇后吵起来，才捋顺前因后果。齐振失手打死了人，被抓进了刑部。刑部跟御史都是从前拥护五皇子的人，他们以此要挟，想让太子一派松口，放五皇子去西北。齐振有些耳熟啊，不就是那个给我玉佩的登徒子吗？太子嘟囔一句：表弟也是，传家玉佩都让人拿在手里了，他在喊冤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听到这里，低眉顺眼地想着，难怪前阵子翠桃找我要那块玉佩，花了好多银子跟我交换，原来作用在这里呢。皇后不想再跟太子吵下去，缓和了语气说道：怕什么？如今你稳坐太子之位，又有你舅舅在朝中为你筹谋，你父皇身体大不如前，你登基指日可待。战事结束以后，随便找个由头要了韩崇勋那个老匹夫的命，萧逸不会眼睁睁看着他去死，他只能反。他若反了，咱们反而师出有名。这些话当着我的面说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还是在皇后眼里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皇后要我去了西北以后监视五皇子，定期写谍报，不然的话就不给我解药，让我每个月受尽折磨。我哪里敢不应呢？毕竟五皇子的命没有我自己的命重要。太子妃竟然好心送我出门，一路上她看了我好几眼，她忽然不冷不热地说道：你觉得咱们二人长得像吗？不等我回答，她便转身离开了。我惆怅地摊开手，太子塞给我一张纸条，可惜我不认字啊。回了丹霞宫，翠桃就给我喝了一碗又苦又涩的药，我当时就吐得昏天暗地，脑子浑浑噩噩地晕了过去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有人在激动地哭：你在怨我？
是不是？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难道能当着皇后跟太子的面把毒药给抢过来吗？我眯着眼一瞧，竟然是赵云瑶，她哭得很崩溃，头发上的珠钗都掉落在地上了。赵云瑶满脸是泪地质问萧逸，她几度哽咽，摇摇欲坠地说道：“萧逸，你是不是爱上了他？爱上了我的替身？”赵云瑶身子一软，要倒向萧逸，没想到萧逸一个闪身躲开了。赵云瑶跌坐在地上，自嘲地笑了笑。萧逸冷淡地说道：“他不是你的替身。云瑶，起来，回去吧。”我听到这句话，心里轻飘飘的。我不是赵云瑶的替身，这话怎么这么好听呢？赵云瑶擦了擦泪，整理好鬓发，优雅地起身。她看着萧逸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还在怨我，可萧逸，我从来没得选，我生来就是要做太子妃的。你从前对我那样温柔，如今却冷脸待我，我不怪你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比起这个低贱的女子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。”萧逸皱着眉说道：“云瑶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，无需你一个女子为我舍身犯险。还有，她叫郑瑶，别再让我从你口中听到侮辱她的话。”赵云瑶只是笑了笑，那笑容带着一丝让人害怕的意味。她长舒一口气，悠悠地说道：“佛子也会动情吗？萧逸，当年你执意不肯做太子，甚至要剃度出家，如今倒是动了凡心，又是要复仇，又是要女人，我倒要瞧瞧你们能走多远。”赵云瑶离开了，寝殿静下来，我察觉到萧逸的脚步，赶紧闭上眼睛。我感觉到他的手轻抚着我的眉眼，那样的温柔。萧逸轻声说：“阿瑶，不管是齐振还是太子，触碰过你的男人都会死。多看看我吧，多看看我的心吧。你将我从地狱中拉出来，就得生生世世陪着我，在这红尘中不断渡劫啊。”他的唇落在我的唇上，辗转亲吻着，我手腕上有些冰凉凉的。等他走后，我才看见多了一串玉石珠串，上面刻着梵文，我看不懂。翠桃端着药进来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哎，刚刚殿下让我抽了他10鞭子。”我吓了一跳，为何啊？翠桃喂我喝药，抿了抿嘴说道：“他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你，才害得你被皇后喂了毒。”我往外看了一眼，忧心地说道：“也不怪他吧，毕竟他现在也自身难保，更何况我没有把那颗毒药吃下去。在天香楼的时候，老鸨怕我们遇到变态的客人，教了我们许多保命的本事。我悄无声息地将那颗药丸藏在指缝中，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。我犹豫了许久，还是没把这件事情告诉萧逸。我还是决定给皇后当间谍，防止她狗急跳墙杀了我。若萧逸发现以后，我还能辩驳自己是中了毒。没办法，到时候不管是皇后太子赢了，还是萧逸赢了，我都能保住这条小命。萧逸要带我一起去西北，去之前，我拜托翠桃带我去做一件事情，我让她带着银子去天香楼帮我赎人，而我大概是近乡情怯，没有过去，躲在对面的茶楼上看。翠桃出来的时候，身边闹哄哄的围了一群人。郑瑶呢？她哪来的那么多银子？她过得好不好？10个素面朝天的女人围着翠桃一直问个不停。翠桃捂着耳朵，很痛苦的模样，也不知道谁先哭了出来。死女人，攒那么多银子不知道留给自己啊？就是赎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都这个年纪了，何必浪费这些银钱呢？老鸨推开门出来，吼道：“都给老娘闭嘴！”女人们不哭了。我倒不知道，他们竟然这么惦记我，分明从前嫌养着我浪费钱，整天骂我呢。老鸨沉着脸说道：“正要惦记着你们，花那么多钱给你们赎身，你们啊，往后就好好活出个人样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别让人家小姑娘待在咱们这污糟糟的地方。”他们哭着把手里的东西交给翠桃，翠桃抱着一堆东西，拔腿就跑。我们坐在去西北的马车上，我看了看那些东西，有吃的用的，都是我从前在天香楼看上的，他们舍不得给我的。其实我知道挂牌那日，他们准备凑银子为我赎身的，可我怎么能要呢？他们都30多岁了，若没有银子傍身，将来下场不会好过的。还好我逃过一劫，能为他们赎身养老了。从前在天香楼，我年幼时不懂事，挨个喊娘，喊一次挨一次揍，被打得多了便不喊了。长大后才知道，我喊他们娘，他们心里不好受，毕竟谁家娘亲能容忍自家女儿在青楼长大呢？我把那些东西全都收好了，嘀咕一句：“哎，如今身上是一个字儿都没有了，还得想办法再攒钱。”翠桃探头进来，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难怪殿下那么喜爱你，你这人身上人味儿很重，跟我们这些人都不一样。”我看着翠桃圆溜溜的脸，好奇地问她：“你是什么人啊？”翠桃嘿嘿一笑，眼望身边的小鬼，这话没多久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们日夜兼程赶往西北，不知道遭到了多少暗杀。我眼看着翠桃用一把薄若蝉翼的刀取了很多人的性命，从那些死掉的人口中，
我才知道翠桃在江湖上有个响亮亮的名字——夺命小翠桃。我心想，这名字是真的好响亮。翠桃杀的人越多，眼睛越亮，嘴巴越红。明明还是那个圆脸小姑娘，却分明带着一股子杀气。鲜血溅到我的脸上，死的人眼睛睁得圆滚滚地盯着我。我吓得大病一场，发起高热，烧了好久，梦里都在哭着喊着求别人别杀我。萧逸紧紧抱着我，不断地哄着我：阿瑶，乖，张嘴，把药喝了。我抿着嘴，一直哭个不停。我烧得糊涂，开始埋怨他为什么要带我一起去啊？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，有那么难吗？我也是憋疯了，病傻了，拔下簪子就要往自己脸上划，都是这张脸惹的祸。萧逸稳稳地端着药，看着我，我气道：你怎么不拦我一下呢？哎，我才舍不得死呢。萧逸笑了，温和地说道：你若真觉得日子难熬，也是第一个杀我，绝不会自杀。这人也太了解我了吧。我瞪他一眼，丢下簪子，抢过药碗，一饮而尽。翠桃的声音传进来：夫人，你雇我呗，5000两银子，我保证把殿下杀得干干净净。我捏捏空荡荡的荷包，心说：死丫头，就往我心口上撒盐吧，还5000两呢，我连5文钱都没有了。总之，一路闹腾着，也算是平安到了西北。一进将军府，满目肃稿，房檐上挂着白灯笼，人人皆穿白衣，一堆人神色肃穆地站着。他们瞧见萧逸，齐刷刷地跪了下来。我一看这阵仗，也赶紧跪。萧逸拽起我往里走，里面为先皇后设了灵堂。萧逸点了3炷香，让我跪拜。萧逸轻声说：娘，这是正药，我的夫人。我上了香，感觉到好多人在看我。有个上了年纪的大将军走上来，递给我一个大金镯子。他和蔼地说道：是个好孩子。萧逸摸摸我的头，温和地说道：这位是舅舅，韩大将军。我赶忙喊了一声舅舅。翠桃带我去了后院，舅母迎上来，拉着我先是哭了好一通，说我跟萧逸受苦了。我浑浑噩噩地跟着舅母见了表哥表妹。坐在房间里的时候，我看着桌上的礼物，还有些发懵。我看看四周无人，清清嗓子，悄悄念叨着舅舅、舅母、表哥、表妹。念完以后，又觉得特别傻气，拍了拍自己的嘴，忍不住嘿嘿笑了笑。哎呀，托萧逸的福，我如今也是有家人的人了，在西北的日子过得还算自在。舅舅一家都是和善的人，我跟表妹红英投缘，总是结伴一起玩。西北战事再起，舅母去庙里求平安符，挨个送。轮到我时，我故作自然地撇开脸，谁知道舅母拉过我的手，将一枚平安符放在我手中。我攥着那枚平安符，怔怔发呆。红英拉着我往外走，走吧，咱们去帮表哥清点粮草。大战在即，任何事情都马虎不得，整个宿州城的百姓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。女人们缝制衣裳、绷带、皮甲，男人们制作守城的东西，打造铁器、弓箭。总之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。小孩子们都统一送到慈安堂去，有人帮忙看着。红英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到慈安堂去教孩子们武艺。萧逸总是早出晚归，他走时我还没起身，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熟，有时候半夜醒来，身边还是空荡荡的。韩将军更是行色匆匆，听舅母说，他忙起来有时候一顿妥帖的饭都吃不上。我白天跟红英在慈安堂帮忙，听说宿州家家户户都为韩将军立了长生牌位，宿州百姓只认韩将军，不认帝王。我难免想起太子跟皇后说，等战事结束会杀了韩将军，那个时候心里是惋惜跟遗憾的，可现在却是心痛与焦急的。夜里，我强忍着困意没有睡过去。萧逸轻手轻脚地进门，瞧见我坐在桌前等他，愣了愣。我拉着他坐下，将太子塞给我的纸条递给他。我愧疚地说道：这是太子给我的，我不认字，你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还有啊，皇后给我下了毒，让我做间谍，让我每个月写一份信送到城北绸缎庄去，但是我什么都没做。萧逸看了看上面的字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太子说让你有性命之忧时，去找林副将，他会送你回京城。林副将，那不就是韩大将军的得力干将吗？他竟然是太子的人。我急忙说道：那你赶紧去通知舅舅啊。萧逸将我按在他腿上，淡定地说道：我们早知道林副将是太子的人了，他那人在家国大义面前不会含糊的，等跟蛮子的大战结束之后再处置他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又看了看纸条，这后面还有一行字，写了什么？萧逸看我一眼，我直觉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话，太子那种色胚，该不会写什么淫词艳曲了吧？果然，下一刻萧逸慢吞吞地念道：等卿归来，你我共系鱼水之欢，做尽人间极乐事。按说我从小在青楼长大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没听过，可萧逸用那种语气念出来，我偏偏觉得臊得慌。萧逸将那纸条放在桌上，又说道：当时你回去以后喝的那碗汤药，
就是解药。后来翠桃说你其实没中毒，我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她说到这里，笑笑，阿瑶总是有本事保护自己的，时时刻刻都会给自己找好退路，挺好的。这话我听着更怪了，她还不如装傻的时候呢，起码那个时候话少。我装困，催她去睡觉，趁她转身的功夫，将那纸条撕碎了。结果萧逸洗过澡回来，一言不发的就附在我身上，我被他撩拨得不上不下。萧逸偏偏吊着我，梦游似的说道：“阿瑶，你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离开我，是不是？”我勾着他脖子哄他：“怎么会呢？你长得这样好看，身份又高贵，将来若是造反成功，做了皇帝，也会封我做贵人当当吧？我啊，舍不得的。”我缠上去。萧逸平时在这事儿上都是由着我舒坦的，可这一晚可把我折腾得不轻，爽是爽了，累也是真累。我心里把色胚太子骂死了，真是害人不浅。西北战事结束以后，日子终于过得热闹起来。萧逸闲下来了，教我读书写字，可我偏偏是个棒槌脑袋，今日学5个字，明日忘3个字。萧逸也有耐心，慢慢教我。我去绸缎庄交谍报，顺便伸出手去。掌柜的苦着脸给了我1袋银子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姑娘，您这耗费实在大了点。”我瞪他一眼，废话少说，你以为我要在将军府套取情报很容易吗？不得上下打点一番。掌柜不吭声了，只是脸色更加愁苦了。皇后也给我来信了，我展开一看，全是骂我的。一张纸只能写5个字，你能不能好好练练簪花小楷？你以为寄送信件很容易吗？没人关心萧逸一天吃几碗饭，也没人关心你俩有没有吵架。若再写这些废话，下个月解药你别想要了，不要就不要，谁稀罕？我撇撇嘴，拆了另一封信，是太子送来的，又是一些淫词艳曲，我提前烧了，省得萧逸看见以后又逼着我给他写情信。回去以后，我又看到好多人从萧逸书房里走出来，我随口问翠桃，他最近忙什么呢？来的好多人都是生面孔。翠桃很自然地说道：“忙着造反呗。”我吓一跳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就这么水灵灵地说出来了？”翠桃摸出瓜子嗑起来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殿下说了，你问什么都别瞒着你。”他说完以后，又高深莫测地说道：“可你呢，偏偏什么都不问。夫人啊，我瞧着呢，真等殿下造反成功，你拎着包袱转身就跑路了。”我尴尬地笑笑，胡说什么呢？我巴不得他富贵了，沾沾喜气呢。翠桃嗷了一声，站远了一点，高声说道：“那夫人床底下藏的那些易容的东西，还有造假的户籍跟录音，都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要死了！”翠桃朝我做个鬼脸，转身跑了。我一扭头，看到萧逸站在书房门口，我咬咬牙，硬着头皮走过去。萧逸，你听我解释。萧逸拉起我的手，温和地说道：“不急，慢慢编。今日我有时间陪你。”我是准备要跑路的，可我也不能这么大大方方地承认啦。我缩在萧逸怀里，嘤嘤哭起来。先是从我俩怎么认识的说起，又拉着他的手，回忆我俩在冷宫时的艰难日子。感觉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，我才开始说正题。你要是造反成功，当了皇帝，将来6宫家人多的数都数不清，什么第一贵女、第一才女的，人家都是出身豪门望族的大小姐。我呢，只是一个青楼妓女。就算你惦记咱们的旧情，封我做个贵人，可我也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。若整日在宫里过那种给别人端洗脚水的日子，我还不如拿上钱财躲得远远的。我哭够了，扯起萧逸的袖子擦擦泪。总之，话说开了，要杀要剐，随他便吧。萧逸端了一盏茶喂我喝几口，好奇地说道：“你听谁说要给其他人端洗脚水的？”我润润喉咙，老老实实地说道：“我出宫的时候，赵云瑶威胁我了，说他要证明自己比我更配得上你。总之这些日子我老做梦，梦见给他端洗脚水。说起做梦，我那阵委屈又来了。在梦里，别人陷害我，你不听我解释，骂我是个毒妇，要把我拉出去打板子，任由别人往我身上吐口水。”萧逸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难怪这几天夜里，你忽然醒过来掐我、咬我、打我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我看着他脖子上的牙印，贴心地将他的衣领往上扯了扯。一想到将来萧逸要被数不清的女人睡，我还是有些珍惜他的。我亲了亲他的脸，摸了摸他的手。萧逸看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虽然这是书房，但倒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”我发誓，我最开始没有那个意思的。可他起身去关上门，站在我面前，往书桌上一靠，慢条斯理的就开始脱衣裳。萧逸在衣着上一向是个一丝不苟的，他从不穿那些花里胡哨的样式，素色的衣裳衬得他越发高洁。有时候他不言不语，静静享事的模样，像一尊玉，可远观不可亵玩。可如今，他看着我，吻着我的手，往前走一步，将我困在宽大的椅子里。我觉得呼吸都有些灼热。他在轻轻唤我的名字：“阿瑶，
阿瑶，一声比一声轻，力道却一下比一下重。我神思飞散着，不知道飘到了何处，一直折腾到夜里。我醒过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床上了。萧逸见我醒过来，走过来抚了抚我的发，我将脸贴在他的掌心，也不知怎地，眼泪落下来。我轻声说：“萧逸，咱们就到这里吧，到这里一切刚刚好，往后回忆起来都是甜蜜。”萧逸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我听到后，蹭的一下子坐起来，火冒三丈地说道：“好，好什么好？哪里好？”萧逸便笑：“阿瑶，你不适合演那等伤春悲秋的戏码。”我酸溜溜地想着，谁适合？赵云瑶吗？那人家还做太子妃呢，才不会跟他演。我就不能学书里的才女，伤感一下了。萧逸捧出一个匣子给我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再过3日，我要回京，这里是江南的一些地气田气。若我败了，翠桃会带你回江南定居下来，让你一生无忧。”原来不需要我主动跑，萧逸早给我准备好了一切。这一下我真哭了，眼泪哗啦啦的流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我吸了吸鼻子说道：“好，但是你死了，我不会给你守寡的。”萧逸嗯了一声。我问他：“那你会赢吗？”萧逸说不好。我俩再无话，静静地依偎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跟萧逸说：“我娘是个妓女，我也没见过她，她生下我便死了。我在天香楼长大，除了见多了恶心的男人，倒也没吃过什么苦。楼里都是苦命的女人，平日里虽然会打架，但是真遇上事情他们也会互相帮助。总之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人了。萧逸，你呢？你的故事一定很精彩吧？”以下为萧逸视角。我的故事并不精彩。我母亲出身小门小户，谨小慎微，贤良淑德。她常说自己最骄傲的事情就是生了我。我自幼过目不忘，天资聪颖。3岁时，大师说我有佛缘。后来我大病一场，母亲忍着痛，让我随着大师学佛法。学来学去，只觉得这世间一切如幻梦一场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得到与失去都不过平常事。我的心与我的人都是空的。父亲本是个闲散王爷，结果皇室争斗得太厉害，反而让他捡漏，坐上了王位。母亲成了皇后，我成了中宫嫡子。太傅说我这人最大的缺点是过于人善。赵云瑶苦涩地问我：“你这人有心吗？你待我好，只因为我是你的未婚妻，而不是因为爱我。”母亲愁苦地说：“贵妃娘家强势，五姓望族虎视眈眈，他们不会让你做太子的。阿逸，娘帮不到你，对不住你啊。”她被圈入漩涡之中，如同飘摇的叶子。母亲凄厉地吼道：“萧逸，萧逸，你醒醒！这红尘滚滚，谁都逃不过油煎火炼，逃不过啊！”我跪在地上，看着我的母亲被人拖拽着，鲜血如同一道烈火，灼烧的我整个人都神志不清。我明明告诉过母亲，让她不要去太和殿，贵妃设局，要诬陷她秽乱宫闱，她为何要去？为何明知是局还要去？母亲哭着说：“我说过，我这一生的骄傲就是你。萧逸，你不去争，娘要逼你去争。”娘这一生暗淡如尘埃，活在见不得光的阴影里，被贵妃笼罩着，被嫉妒灼烧着。你要去替我争啊，去吧，坐上皇位，让那个女人跟她的儿子进入无间炼狱。我看着母亲留下的书信，才知道她过得原来那样苦涩。父亲爱慕高高在上的齐家嫡女，却苦于身份低微，无法娶她。母亲生得跟贵妃有几分相似，便入了父亲的眼。她嫁给父亲时，心里是惊讶的，激动的。她不敢相信自己这样一个平庸的女人，竟然能做王妃。母亲战战兢兢地做这个王妃，恨不得奉献自己的一切。可当她看到贵妃入宫时，就知道自己活在一个虚假的谎言里。贵妃穿着大红色的嫁衣，戴着璀璨的头冠，将她衬得越发渺小。她啊，根本不是被选中的王妃，也不是高贵的皇后，她还是在闺中时那个暗淡无光的张五娘。张五娘疯了，她坐在院子里，盯着青石板上一道道裂纹。在宫里的日子是寂寞的，可就算父亲冷落她，贵妃打压她，也无人敢对她不敬，因为她有我这样一个儿子。我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您在宫里过得不快乐，咱们走吧。舅舅如今坐镇西北，我求父皇将宿州给我做封地，明年待我封王，我带您去西北可好？”母亲望着我痴痴地笑着：“阿逸，连你都要抛弃我吗？我去西北之后，你是不是要出家呢？”她说着说着，疯癫地大叫道：“你是要做太子的，要做皇帝的，为什么不去争呢？”母亲哭了：“我真后悔啊，当年为何要让你去学佛？那时我只是以为宫里的寂寞生活逼得娘喘不过气，直到她去世，我才知道我辜负了一个做母亲的心，我辜负了张五娘的骄傲，一口浊气堵在心口，让我神志迷蒙。我的确浑浑噩噩地疯了一阵子，直到郑杳的出现。他穿着一身桃红色的衣裳站在牢中，红唇热烈，双眸清澈。郑杳骂骂咧咧，
嘴上全是污言秽语，也不知道伺候60岁老头惨，还是跟疯子睡觉惨。不过给的银子真多啊，嘿嘿，没想到跟第一贵女长得像，还有这种好处。郑瑶贴在墙角处，嘴巴在小声说话，缓解着不适。喂，便宜你了，我可是要做头牌的人，五皇子，本钱还挺足的。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，意识清明起来的。我抱着他转了个身，将身后窥探的目光与污言秽语全都挡住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无端地想起母亲那句话：这红尘滚滚，谁都逃不过油煎火炼。偏偏郑瑶忽然嘀咕一句：干他爹的，这群死人这么喜欢听墙角，连太子妃都来了，让你们听，甭管什么水深火热的，熬不死老娘。他大声叫起来，实在算不上好听。人走了以后，郑瑶推开我，他往外看一眼，喜滋滋地说道：还是我聪明，把人都恶心走了。那时我便隐隐有种预感，我的劫来了。郑瑶就是煎我的油，炼我的火。他在床上真的太能折腾了，在冷宫的日子大概是太无聊，他没什么可玩的，就开始玩我。怎么能有那么多花样呢？郑瑶不肯放过我，高高在上的奚落我：傻子哎，听说你从前是要做佛子的，可真想不开啊，怎么舍得这滚滚红尘呢？我一睁眼就瞧见他白皙的身子，就全数交代了出去。我心想，让我死了算了。郑瑶也惊了，嘟嘟囔囔：真不中用，你死了算了。他这人不高兴的时候，什么话都骂得出来，生啊死啊的，从不避衬。郑瑶是我的贪吃嗔妒。翠桃夜里来复命，好奇地问我，像齐振这种跳梁小丑，殿下从前是不放在眼里的，怎么好好的要出手要他命了？自然是因为他不开眼，要招惹郑瑶。翠桃见我神色，便叹道：殿下倒是越来越有个活人气儿了，快回去吧，我听到您夫人醒了。回去以后，郑瑶醒了，一见我便踹我两脚：傻子，大半夜的去偷人了啊！他指使我给他倒水，拧我耳朵，告诉你，敢偷人就阉了你。你现在可不是什么皇子，只是个傻子，伺候不好我，要你好看。若说欺软怕硬，郑瑶首当其冲。我老老实实给他倒水，他喝了水睡得迷糊，扯着被子往我身上盖。我看着他依偎在我的怀里，有些话在心口辗转反复，唯有沉默，只能假装不知道冷宫里那些华丽的衣裳首饰从何而来。妒忌果真像一把火，烧得我食不知味，难以入眠。佛经念了一遍又一遍，睡不着，睁开眼摸摸郑瑶的头发，心想，太子是的死，皇位是得争，不然郑瑶会跑的。萧绎去造反了，我跟翠桃在西北等消息，一等就是3个月。我心灰意冷，收拾包袱要去江南时，京城终于来信了，萧绎登基了，他派人来接我跟翠桃。一路上马车跑得飞快，快把我颠死了。我直接去了明德殿，一进殿里就瞧见身着玄色龙纹袍服的萧绎。3个月未见，我竟觉得他有些陌生了，身上多了许多锋利的东西，靠近了好像会被割伤。我回想着来的路上太监教我的礼仪，要跪。萧绎大步走过来，一言未发地捧起我的脸，深深吻下来。这可是他先开始的。3个月了，我素的都开始抄佛经了。我跟萧绎没羞没臊地关在明德殿，玩了3天。出来以后，赵云瑶就找我了，我俩打了一架，他先推我的。赵云瑶冷笑道：我费尽心思，忍辱负重，用赵家的权势才换来一个皇贵妃之位，凭什么你什么都不用付出，就能坐上皇后的宝座，母仪天下？你也配？我配不配用你说？我从地上爬起来，也去推他。你不服，打萧绎去。打我干嘛？他要扇我耳光，我能纵容他？打架我可不怕。总之，我俩结结实实打了一架。赵云瑶走的时候一瘸一拐，放下狠话，不会让我好过的。我朝他吼道：我等你。萧绎站在边上，好像不敢喘气。我走过去踹他一脚：都是你惹下的桃花债。赵云瑶做皇贵妃这事儿，萧绎问过我的意思，我倒是觉得无所谓。她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，太子死了，总不能真回去做寡妇吧？那样的话才是要逼死赵云瑶，人家也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萧绎夺权了。忘恩负义的事儿咱不能干。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，赵云瑶把这后宫治理的服服帖帖，我太佩服她了。只不过这宫里的人也越来越奇怪。宁嫔是礼部尚书的嫡女，听说一见人就紧张的会晕厥，干脆躲到宫里来了。清贵人跟嫔贵人是闺中好友，一起睡觉一起洗澡的那种。翠桃听了，一脸兴奋的去打探消息。她看我一眼，我立刻捂住耳朵，我不听。你别说。翠桃一脸遗憾，新进宫的静妃身份最高贵，她是个愤世嫉俗的，一天能写800首诗骂人，骂男人也骂女人，整个京城无人敢娶，干脆进宫了。翠桃说，这宫里都快成京中贵女的避难所了。赵云瑶不放过我，隔3差5的就喊我去听课。她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，
你是皇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难道就不想用自己的权力做些什么？我想啊，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我想让全天下的青楼关闭，让女人不再被父兄买卖，不再入贱籍。赵云瑶听了，审视我几眼，没说什么。过了一阵子，他又跑来骂我。当时我正在跟萧逸摇头子，百战百输，我顶着一张花猫脸从明德殿出去。赵云瑶看了看我的样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骂我。他引经据典，骂得一点都没重样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赵云瑶骂完了，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具体怎么做？甩给我一句话，就不再提这事儿。郑瑶，你这皇后未免做得太舒坦。我想了，但没想出来啊，毕竟我到现在字儿都没认全呢，一没见识，二没文化，指望我能想出什么良策呢？我倒是问萧逸了，萧逸说这事儿不是张张嘴就能办成的，积弊已深，需要徐徐图之。赵云瑶见我一脸空白，又开始骂我。我回去就下旨，把他的死对头上官静书召进宫做女官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俩天天对骂，骂来骂去，还真吵出一个良策。我盖了皇后的印玺，让上官静书跟赵云瑶去实行。萧逸看我一脸得意的样子，笑道：高兴什么呢？我晃晃皇后印玺，笑眯眯地说道：我是没见识，但我可以让有见识的人去做事。静书一来，赵云瑶都干劲十足了，又是开女学又是除贱籍的，都没空来骂我了。萧逸夸了我两句，忽然话锋一转，听说你明天要出宫去上官家玩？我假装自然地说道：是啊，静书生辰邀请我去参加宴席。萧逸也很自然地说道：这样啊，我以为你要去看看他弟弟，他弟弟素来有京城第一公子的美誉，既然你没那个意思，我正好遣他出京帮我办件事情。我这皇后的印玺好重，不想拿了。番外，小喜子站在墙根，看了看皇上，夜半三更了还在看信，唉，翻来覆去的看了一整晚，偏偏娘娘就寄回来这一封信，皇上都看出花了。娘娘不在，这宫里总是冷清清的，明德殿里一整天都没点动静，别说皇上了，就连他也觉得寂寞。娘娘回西北探望有了身孕的红缨将军，说是要回来了，偏偏下了大雪，路不好走，耽搁了。他入宫伺候的晚，没见过皇上从前的样子，只听说皇上做皇子的时候是高高在上，不好接近的。可他进了明德殿伺候以后，整日里瞧见皇上跟娘娘腻歪在一起，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挨在一起了。看书要挨着，喝水要贴着，吃饭也要你一口我一口的喂着。小喜子心里还嫌腻歪，可娘娘不在的这段日子，皇上啊，真成了一座玉雕，空落落的，好似一个没有心的人。处理政事是勤勉的，下旨杀人是毫不留情的，申斥官员能把人说得恨不得当场去死。可他无事可做时，一会儿去看看娘娘的衣裳，一会儿去摸摸娘娘的首饰，就连赵贵妃都坐不住了，来问了好几次娘娘什么时候回来。赵贵妃说她是不是嫌我给她布置的功课太多，不想回来。皇上，您写信给她，说我给她减一些功课，让她早些回来。上官大人也蔫蔫的提不起兴致，唉声叹气的说道：哎，此次科考的探花郎如此美貌，可惜娘娘不在，无人与我欣赏啊。当然，这话是背着皇上说的。寂寞啊！小喜子打个哈欠，从未觉得这宫里的夜这样漫长过。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：萧逸，我回来了。他瞧见皇上就跟个鬼影似的，蹭地飘了出去。小喜子赶紧跟出去，一迈腿就瞧见娘娘挂在皇上身上，两个人亲得分不开。他默默地退开，吩咐人去准备热水。哎呦，终于不用陪着皇上整夜的熬了。全文完。